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北极啊。本期带大家看一部日本电影《福尔图纳之瞳》。福尔图纳是古罗马神话中最古老的幸运女神，凡是获得福尔图纳之眼的人都将拥有看透别人生死的能力。男主阿木在很小的时候和爸妈一起坐飞机出去旅行，没想到途中遭遇了一场空难，飞机坠毁，除了阿木和另一个小女孩幸存之外，全飞机的人无一幸免。这场事故之后，阿木的生活被彻底改变，不仅是因为他成了孤儿，还是因为他的眼睛拥有了福尔图纳之瞳。人们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也不知道这个超能力对他来说是福还是祸，但此时的他还不知道这个秘密。一转眼20年过去了，长大后的阿木在一家汽修厂工作，他沉默寡言，少言少语，即使面对同事的欺负，他也选择默默忍受。老板见他踏实肯干，便打算将分店店长的位置交给他，但考虑到还有资历更深的前辈，阿木还是拒绝了老板的好意。只是这好心却被当成驴肝肺了。阿木处处照顾着前辈们，可前辈们反过来只知道欺负他。他们把阿木刚抛完光的车弄满了涂鸦，而后又摔坏了他的手机。不过阿木也因此有了别的收获，他在手机店修手机的时候认识了美女店员阿美。这个女孩既温柔又漂亮，俘获了阿木的心。难道这就是一见钟情的感觉吗？于是第二天，阿木再次来到了手机店，希望能看到阿美的身影。但没想到的是，这一次他发现了改变他一生的秘密。他在门口不小心撞到了一个陌生男人，定睛一看，发现这个男人的手和头部开始变得透明。出于好奇，阿木跟了上去，只是没想到那人在过马路的时候不幸出了车祸，当场死亡，也不禁让阿木联想到小时候的飞机失事。那时候的他也看到过将死之人的半透明状态。阿木瞬间明白了一切，在他眼中，当人们的身体开始变得透明时，也就预示着他们即将面临死亡了。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超能力，同时也让他陷入了纠结当中，到底救还是不救呢？不久，阿木的手机又出现故障，这让他既兴奋又高兴。于是他下班后马不停蹄地来到手机店，说是来修手机的，其实就是想顺便看看阿美。然而当他接过阿美递给他的手机时，他愣住了，眼前这个天使般的微笑下，却是一双已经透明了的手。这意味着什么？阿木很清楚，面对心爱女孩子的生命，他无法坐视不管，第一次萌生了拯救对方命运的念头。可是要怎么做呢？他甚至才刚刚知道女孩的名字。在纠结了许久后，阿木决定将女生约出来，告诉她实话。于是他约了阿美下班后一起喝咖啡。晚上，阿美如约而至。阿木猛地发现阿美的手清晰可见，不再透明了。阿木悬着的心也终于落地。他把自己有超能力的事告诉了阿美，还说自己刚刚用超能力救下了一个女孩。阿美听了后不解地问：“那个女孩难道是我吗？”这个反问让阿木有些害羞，于是找了个借口匆忙离开了。可还没走出多远，阿木的胸口忽然开始疼痛起来。疼痛过后，他望着屋子里的阿美，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从那之后，阿木的笑容变多了，变得活泼了，还会主动找老板当下店长的职位了。有了喜欢的人，自然是要先把自己变得更优秀，这样泡妞的几率会高一些。几天后，阿美主动找到阿木，感谢他的救命之恩。原来那天晚上，他家附近的化工厂爆炸了，如果不是阿木约他，他早就没命了。爱人、亲人和朋友都一样重要，朋友有难，阿木自然也不会置之不理。就在这天，阿木发现老板的手也变得透明。为了保护他，阿木一直陪老板加班到了深夜，最后还提出想请他吃饭。果然，意外还是发生了。半路突然杀出个长发哥，长发哥一棍子下去打在了阿木的身上。虽然阿木受了伤，但幸好老板逃过了此劫。其实长发哥是以前被老板开除的员工，他开客户的车出去撩妹，被老板发现后仍毫无悔改之意。老板也是出于无奈才把他开除的。忽然阿木的胸口又莫名其妙的开始疼痛，只不过这次疼得更加的严重了，直接把他疼晕了过去。没过多久，阿木醒来了，胡子医生告诉他，并没有查出他的胸部有什么问题，很可能是因为压力过大造成的胸口疼痛，再做一个精密的检查，观察一下就好了。在走廊等待的时候，阿木又看到了一个手臂透明的小女孩，他刚想上前阻止，却被胡子医生挡住了去路。原来福尔图纳之瞳并非阿木一个人拥有，亲身经历过死亡的胡子医生也能看穿人的生死。他告诉阿木，不要插手别人的命运，改变别人的命运就等于是在和死神作对。如果死亡是命中注定的，贸然改变必然会引发连环效应。那么那些因为改变而受到影响的人，谁又该为他们的命运负责呢？更何况救得了一个，能救得了100个、1000个吗？救得了他们一时，能救得了他们一世吗？更可怕的是，被救的人本该受到的痛苦，都会加倍返还给拥有福尔图纳之瞳的人身上。很明显，阿木的胸口疼痛就是死神给他的惩罚。世界是互相平衡的，你强行给别人加了寿命，那你自己肯定就会减少相应的寿命。阿木走在路上，回想着医生说过的话，或许改变别人的命运是错的，可这至少让他留住了阿美。
虽然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发生意外，但他肯定会竭尽全力留在阿美身边保护她。于是他立刻找到了阿美，并且向她表了白。幸运的是，阿美也很喜欢他，二人就这样顺理成章的在一起了。阿木也下定决心听从医生的话，不再干涉别人的生死，只要能和阿美快乐的生活在一起就可以了。幸福的生活被按下了启动按钮，什么烛光晚餐、浪漫海边，样样都不缺。善良的阿木还把长发哥请回了店里，这让长发哥很感动。二人也就此冰释前嫌，成为了好朋友。这天，店里来了一个开豪车的客人，他是阿木初恋女友小芳的男朋友，活活的大渣男，仗着自己有钱就随便玩弄女人的那种。他说他把小芳送到朋友那当妓女了，然后还说了一大堆很难听的话，每一句话都在挑战人的底线。终于长发哥站出来了，他冲过去抓住了渣男的衣领，可刚想动手却被阿木阻止了。因为他是客人，所以店家必须要忍耐，但记住一句话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渣男来取车的时候，阿木果然发现了他即将消失的双手。犹豫片刻后，他没有说话，任由渣男开车离开了。果然他真的死了，原因是疲劳驾驶。看着渣男的妻子和女儿哭得撕心裂肺，阿木的愧疚感顿时涌上心头。他忽然觉得，或许当时救下他才是正确的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他都在和自己较劲，不肯原谅自己。他实在是太善良了，所有的错误都往自己身上揽。这种超能力不知道是神给他的惩罚还是奖励呢？更可怕的是，阿木这天坐在列车上扫了一眼，竟发现好多上班族的手臂都在变透明，也就是说，这列车不久将会发生灾难，所有乘客都在劫难逃。阿木恨不得立刻跳下车，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沉默。下车后，他来到公园里休息，发现旁边幼儿园里的孩子们的手臂也都变成了半透明。看到地上的传单后，阿木这才明白，原来再过几天，孩子们要和家长一起乘列车去郊游。看见那么多透明的人，阿木有些不知所措。这次他不能坐视不管，上百人的生命该如何拯救呢？再一算时间，那趟车正好是阿美上早班要赶的列车。他着急地去找了阿美，果然阿美的手也变得透明了。阿木连忙跑上去抱住她说，无论未来怎样，我都会保护你的。看来阿木已经做好了献身死神的准备了。他约阿美在出事的那天去旅行，阿美也答应得好好的。可没想到那天阿美临时和同事换了班，还发短信向阿木道歉。阿木一下子懵了，慌乱地出了门，结果出来就碰见了警察。原来阿木给幼儿园打了电话，试图用这种方式阻止悲剧发生，可他的好言相劝反而被当成了恶意恐吓。警察就是来抓他的。阿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他趁机甩开警察，一路狂奔到车站，但还是来迟了一步。他赶到的时候，阿美已经上车，列车缓缓出发了。两个人隔着玻璃相互对视，却是生离死别。为了阻止这场灾难，他打车到了列车靠站的地点。阿木在和死亡赛跑，也已经顾不得胸口多么的疼痛了。到地方后，他发现铁轨上的施工人员也开始变得透明。阿木恍然大悟，这次事故一定和施工故障有关。为了阿美，他必须阻止列车进站。于是他跳下铁轨，站在吊车和列车之间，手上不停地挥动着信号棒，脑海中浮现出的全是阿美温柔的笑容。弱小的背影此刻显得格外庞大。列车终于被迫停下了，然而就在此刻，上面的吊车也忽然失控砸向了地面。尽管全车的人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得救了，但阿木却遭了殃。他付出的代价自然就是他的生命。阿木死了，阿美下车抱着他放声大哭，多美而凄惨的爱情啊！但其实阿美就是20年前飞机事故中幸存的那个女孩，她也是福尔图纳之瞳的拥有者。他们之间是命运注定的安排。可悲的是，福尔图纳之瞳的拥有者虽然可以看穿别人的死亡，但却无法看到自己的生死。几天前，阿美无意间在镜子里看到了阿木的手变得透明，她知道阿木约她旅行将会出现意外，于是为了救他，阿美这才爽了约。两个相爱的人都在想着怎么留住对方的生命，都希望对方能够活下去。只是造化弄人，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。这种爱不仅打败了现实，更是超越了生命的存在。不知道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人拥有福尔图纳之瞳？假如你能看到别人的死亡时间，你会不会告诉他呢？好了，本期的故事就到这儿了，小伙伴们，下期见，拜拜。